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2026年6月8日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的一场对话会上，谈到了一个很多华人都高度关注的话题：新移民。在回答人口和移民政策相关问题时，黄循财总理呼吁新加坡社会继续保持开放，希望本地人能够以更包容的态度欢迎新成员加入社会。同时，他也强调，新移民必须认同新加坡价值观，并真正融入本地生活。这番表态迅速引起关注，因为过去几年移民问题在新加坡一直充满争议。有人担心工作机会被抢走，有人抱怨房价越来越高，也有人认为外来人口越来越多，本地人的发展空间正在受到挤压。可偏偏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黄循财总理却公开呼吁大家欢迎新移民。为什么？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次关于开放和包容的政治表态，但如果把黄循财总理当天提到的其他内容放在一起看，你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就在这场对话会上，他首次明确透露未来5年的长期移民规划，每年批准大约4万名永久居民 PR， 以及25000到3万名新公民。与此同时，新加坡最新公布的居民总生育率已经跌到 0.87，创下历史最低纪录。一边是出生人口不断减少，一边是长期移民规模进一步扩大。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新加坡未来10年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聊聊黄循财总理这次喊话背后很多人没有看懂的真正原因。很多人只关注到了黄循财总理关于欢迎新移民的表态，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其实是他透露出来的人口规划方向。当天有人提问，2013年人口白皮书提出的新加坡长期人口规模约690万人，这个目标未来会不会继续上调？黄循财总理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，目前没有必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截至2025年中，新加坡总人口约611万人，距离690万人规划上限仍然有接近80万人的空间。这意味着政府现阶段最关心的并不是增加人口目标，而是维持人口稳定增长，避免人口萎缩。随后，黄循财总理首次公开透露未来5年的长期安排，每年批准约4万名永久居民，每年批准约25000到3万名新公民。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，但如果对比实际数据，就会发现变化并不小。2025年全年，新加坡批准的永久居民人数为35264人，未来目标提高到4万人左右，相当于增加了13%到15%。这是近20年来新加坡第一次明确提高长期移民吸纳规模。这其实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：新加坡并没有关闭移民大门，相反，未来几年新加坡仍然需要持续吸纳新移民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一个发达国家要持续扩大长期移民规模？答案就在下一组数据里。2025年，新加坡居民总生育率下降到 0.87， 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。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。简单来说，一个国家想维持人口稳定，通常需要达到 2.1 左右，而新加坡现在只有 0.87， 也就是说，每一代人口都无法完成正常替代。与此同时，2025年新加坡新生儿数量约为27500人，同样创下历史新低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，而退休人口会越来越多。事实上，新加坡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，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。随着寿命不断延长，医疗、养老、护理等公共支出将持续增加。如果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，未来谁来支撑经济增长？谁来缴税？谁来维持社会运转？这才是新加坡真正担心的问题。很多国家可以依靠庞大的人口基数缓冲，但新加坡不同。新加坡总人口只有600多万，人口规模本来就有限。如果出生人口长期维持低位，人口结构恶化的速度会非常快。所以这些年来，政府不断推出各种鼓励生育政策。2026财政年度，仅结婚与生育相关预算就接近70亿新元，相比2020年的40多亿新元，几乎翻了1倍。12岁以下儿童可获得500新元育儿补助券。
幼儿园津贴收入门槛提高到15000新元，托儿津贴收入门槛提高到6500新元，受惠家庭数以万计，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，但短期内生育率依然没有明显回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新加坡只能采取另一条路，那就是引进新移民。所以黄循财总理这次讲话，并不是单纯在谈开放，而是在回应一个现实问题：如果没有持续的人口补充，新加坡未来的发展将面临巨大压力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：既然新加坡缺人，为什么这些年反而不断提高就业准证门槛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新加坡缺的不是所有人，而是特定类型的人才。根据最新政策，从2027年开始，新的一批申请人最低月薪要求将从5600新元提高到6000新元，金融行业则从6200新元提高到6600新元。到了2028年，这一标准还将适用于续签申请。很多人把这理解成移民收紧，实际上这是两套不同逻辑。PR 和公民解决的是长期人口问题，EP 解决的是人才质量问题。新加坡并不是不要移民，而是在升级移民结构。政府希望留下的是高技能、高生产力、高贡献的人才。与此同时，新加坡正在全力发展人工智能。2026年预算案中， AI 被提升到国家战略核心位置，全国人工智能理事会由总理亲自领导。AI 相关投资还可获得最高400%的税务减免。另外，新加坡还推出了 One Pass， 这种准证没有人数配额限制，有效期长达5年，专门吸引全球顶尖人才。这一系列政策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，未来低端劳动力需求会下降，高技能人才需求会持续上升，所以未来的新加坡不是不要外国人，而是越来越挑人。如果说前面讨论的是人口问题和人才问题，那么黄循财总理这次讲话真正关注的其实是第3个问题：社会融合。很多国家都能引进移民，但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处理好移民带来的社会矛盾。过去几年，新加坡网络上曾出现一些极具争议的内容，例如有人散布所谓新加坡被印度人淹没等说法，这些内容后来被政府认定存在误导性质，相关部门甚至动用法律进行处理。2026年5月，资媒局还对一家海外组织的网站实施访问阻断措施。黄循财总理担心的不是移民人数，而是社会能否继续保持团结。对于新加坡来说，引进移民并不难，真正困难的是让不同背景的人共同生活，共同认同同一套价值观。所以黄循财总理特别强调，欢迎新移民的同时，新移民也必须融入社会，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。看到这里，相信很多正在申请 PR 或者计划移民的人都会关心一个问题：未来什么样的人最受欢迎？答案可能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。过去大家觉得只要学历高、收入高就有优势，未来这些当然仍然重要，但已经不够了。因为新加坡未来需要的不只是劳动力，而是能够长期扎根的新加坡人。黄循财总理讲话里反复提到一个词：融入。这意味着未来越来越重要的可能包括社区参与、家庭稳定性、本地认同感以及长期贡献。举个简单例子，2个申请人收入差不多，一个把新加坡当作职业跳板，另一个长期居住，孩子在本地接受教育，积极参与社区活动。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，后者显然更符合长期利益。这也是为什么黄循财总理会特别强调欢迎与融入，因为未来的新加坡需要的是愿意与这个国家共同成长的人。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黄循财总理要呼吁新加坡人敞开胸怀欢迎新移民？因为今天的新加坡已经站在一个关键的人口转折点，生育率跌到历史最低，老龄化持续加深，全球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新移民已经不只是人口补充，更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、社会活力和国家竞争力。未来几年，新加坡不会停止吸纳移民，但门槛会越来越高，标准会越来越严。
真正有机会留下来的，将不仅是高学历、高收入的人，更是那些愿意融入社会、长期扎根、与新加坡共同成长的人。那么你怎么看黄循财总理这次关于新移民的表态？你认为未来的新加坡应该继续保持开放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喜欢这类新加坡政策、经济与移民趋势深度解析内容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